东阳光药为健康做好药。本节目由东阳光药独家冠名播出。天赐珍稀成分，成就天籁美肌。本节目由雅纳威图特约播出。营养均衡就吃1:1:1。金龙鱼1:1:1，全球销量第一。登录音乐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享受听觉盛宴。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 Z 世界、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观看更多节目内容。上周首轮小考的精彩展示，激烈交锋犹在眼前。新生们的音乐潜力已锋芒出现。现在的于东然真的有一天真的可以成为灭绝师太，就是大杀四方。这完全就是一个狗血的标题，让我有一点意外跟有点失望。你的音色非常的好，但是你的表达没有。在我来看，是跟这个时代的优秀歌曲是严重脱节的。那我觉得这个绝对是你主观的观点。我的意见你爱听不听。目前暂列第一的陈卓璇、张信哲带来的记忆点共鸣值320。透过这首歌，也让他去展现在音乐上面他的刚的这一面。你听一遍就会有记忆点，你就会跟着唱。我觉得这歌是非常棒的一首歌，很喜欢。第二名，刘凤瑶、于文文带来的《哪儿凉快哪儿去》，共鸣值285。从表演的角度来看，我觉得我没有看到什么张力。我并不觉得这个很适合你，恐怕连你自己都不觉得很适合。挺老师劝你认命，我当然不认了。今晚有歌旅程继续，进化不止，更多音乐人将携带精心打磨的新歌登场，正面交锋，书写仅属于他们的音乐答案。欢迎各位收看浙江卫视大型音乐竞演节目《有歌》第2季。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沈涛。特别感谢东阳光药在这一季的温暖同行，为每个平凡的日子注入不平凡的旋律，为健康做好药。东阳光药和有歌一起为健康护航，让万物有歌。以我心声，见我心声。在这里呢，每一首新歌的生命都将由发起人、助阵嘉宾以及行业团和现场所有的听众共同来赋予。也希望各位可以多多助力我们的每一首新歌。接下来将为大家再次公布有歌舞台的赛制。每首新歌的诞生呢，都会伴随一个决定性的数字，叫做共鸣值，由我们现场的大众共鸣团、行业团共同参与投票来得出。根据共鸣值的高低来进行一个现场的排名，排名会转化为音乐人个人的音符积分。你们的整个赛季积累的音符积分的总和，将是角逐最终年度音乐人荣耀的重要的评判标准。每一个积分都代表着一次真实的胜利和共鸣。接下来我们请所有的音乐人做好准备，属于你们的舞台即将正式启动。首先让我们欢迎音乐人王艳薇、于文文。带来歌曲《离开我的依赖》。那这首歌的话，其实我们马上就要去排练了嘛。对啊，紧张，又紧张了。跟你一起表演肯定紧张啊！我站在你身边，本来是希望你能不紧张，让我们创造一个更好的舞台，结果你更紧张了。哎呀，对呀，这是我第一次上内地的节目。哦，你第一次上整个内地所有的综艺节目？对，第一次就这么大的，我觉得很帅啊。那我们先演练一下，我们假装我们现在在彩排。好呀。然后我们唱一段，好不好？好啊。好，我看一下。我想要痛快的离开我的依赖。我带来的歌曲是《离开我的依赖》。我来不及老是不安，有点混乱，有点。20年做的，但是到今年它才火起来。一歌如一人。一首歌它到底好跟不好，有非常多的元素加持它。你现在已经决定你未来想要走的道路了，我也觉得，很想支持你。
我记忆最深刻就是你倒下了，我只能旁观。就是无能为力的感觉。对，因为我不知道我父母什么时候倒啊。懂，我很懂。就是小小的我们也没有办法去拯救整个世界。是啊，所以这首歌之所以它成功，就是因为燕薇她把她自己的真情实感全部都写了出来。我觉得王燕薇能够捕捉到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细微的情感上的连接，然后再去把它变成一个音乐作品，这个才是我觉得一个厉害的音乐人能够做到的事情。说不出你的轮廓，看着你的模样，眼前的美，风雨冲淡了它，看天色渐暗了。好陌生的一句话，你看着我说话，我蒙上了眼，仿佛你在身旁，当你不在应答。我来不及道声不安，有点混乱，有点缓慢，才发现承诺是谎话。你倒下了，我只能旁观。我越来越爱，爱不爱都成为我们的负担。我想要痛快的离开我的依赖。一句是你的走吗？是存在的代价。不想让我换我忍痛责备的话，看天再一次暗了。我来不及老舍不安，有点混乱，有点缓慢，才发现承诺是谎话。你倒下了，我只能旁观。我越来越爱，爱不爱都成为我们的负担。我想要痛快的离开我的依赖。多少个人手痛的夜晚，你叫我别回来。我想着看你的脸，憔悴的心怎放得开？我来不及道声不安，有点混乱，有点缓慢，才发现承诺是谎话。你倒下了，我只能旁观。我越来越爱，爱不爱都成为我们的负担。我想要痛快的离开我的依赖。我想要痛快的离开我的依赖。我再整齐划一的问一遍，好听吗？如果觉得好听，在你的投票器上按下1号键。
燕薇是来自于马来西亚啊，来这儿的感觉怎么样？我觉得这边好热情，然后好舒服哎。我觉得东西好吃，然后睡得好，住得好，表演也很愉快，音响好好，设备好好，哇，好华丽的舞台，好厉害！我们只希望为每一个有梦想的音乐人可以尽可能的呈现到最好，帮助你们来助力，包括每一位你们的助演嘉宾也是。所以一个好的旋律，当被听到之后，就很珍惜。它是母女之间，或者是写给妈妈的，所以那种温暖的感觉。我妈妈在我去台湾入围金曲奖那一周，她中风，然后我又因为这些事我没办法回去，然后那时候我是很百感交集，我发现天哪，我什么事情都不能做，我像个废物，然后我就只能够写歌，然后我一睡醒，我一早我就突然间有个灵感，我就去电脑了谱了钢琴。我就直接把这个旋律大概几分钟内就写完了。这首歌我是在2020年的时候在广播的推荐下听到，结果没想到刚好今天是一个这么棒的合作，我觉得就会是一首歌有2个故事啊，刚好今天一个黑一个白，故事的那个画面感在我的脑中非常非常的强烈，它就是一个很纯粹的爱。谢谢。这首歌非常适合文文，她的声音真的非常的打动人，对吧？谢谢哲哥，我们来说说燕薇。燕薇有很独特的自己的个人的这个唱歌跟发音的辨识度。燕薇在发音的某一些部位，你会习惯用很多的鼻腔的共鸣，但是呢，鼻腔共鸣通常会吃麦，就是说你的麦克风不容易收入到这样子的声音，所以你可能要思考一下，在发音共鸣的这块部分呢，找到一个适合你的声音发挥的一个方式。好，谢谢哲哥，很有用的建议哈。我们来听一下行业团各位老师对这首歌的见解。一个好的合唱舞台，2个人之间是要有互动的。包括还是要有一些互相的迁就，所以说它其实是一个需要2个人共同往一个方向努力的事情。除了唱以外，你们2个的舞台互动，其实在我看也是有问题的。文文很多时间都在侧着朝向你的方向唱，你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所以在演唱的时候，你的动作很大很陶碎，但其实这是一个双人舞台。如果文文这边跟你没有任何互动的话，他其实很难在肢体上去配合你。对，抱歉。这个我觉得就是你以后如果要是再踏上综艺舞台，尤其是跟别人合作，一定要注意的一点，这个舞台还是要好看。好，知道了。你们4位行业团的老师有没投票的吗？影子老师没投票。我没投票的话，我才有机会来发言。不是你投不投都可以说呀。不一定，所以我急于要想把我的这个建议，要给你，作为这个作品的呈现，一个特殊的形式是个2重唱，我倒觉得它的呈现并没有比 solo 一个人的演唱呈现出更大的舞台张力，这是我的直观的感受。但是呢，我希望能够给你一些声乐上的这个秘密。好，帮我，我也想学。因为我们每个人作为一个发声者，我们会有2套系统，一个叫内耳，一个叫外耳。如果我们的主要的共鸣腔使用是在这个鼻腔，就是比较前置的话，当你自己在演唱的时候，你听到自己的声音是非常大的，所以你非常的陶醉于自己的这个声线当中。如果我们把你这个共鸣的位置往后靠 ，OK， 从鼻腔靠到鼻咽腔，是的，那会大不同你的声线。太受用了，谢谢老师。
好，谢谢行业团老师。你看，都是一些细节，但我相信对于你舞台今后的呈现会非常受用。对，我会得到成长的。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首歌会获得多少现场的共鸣值。这首歌获得的共鸣值是299共鸣值。也是一个不错的成绩啊！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严威，也送给文文。公布成绩的时候啊，如果小颖老师给了票，我们就是全场最高分了。但是我觉得大家看到很多一些我自己没有发现的声音的细节，虽然很激烈的，但是我觉得他的每一个就是激烈的东西我都 get 到，所以我懂他的意思，我觉得真的很受用，我很喜欢他。好的，各位，马上让我们有请出下一组音乐人，让我们欢迎白小白、张信哲。我对自己小考的表现还是不太满意。他呀，每周大部分时间在卖货，反正我是经常进你直播间看你。那你买没买呀？其实音乐还是有很大的问题的。有啥问题？有的人音色并不好，你简直是一个不规则的土块。老师，你要说我土，你就直说。你真正能在2020年走红，是因为短视频正好风口，大家需要这个东西。我觉得你说的对，但是我就是运气好，赶上了。其实我是很害怕大家说一些，就是我不认同的观点，或者是我引以为傲的一个东西。比如说我的嗓音，比如说我的唱法，这么多年我都这么唱，这么多年我都是这个方式。突然间有位老师告诉你这样唱不对，就会让你的所有的梦想都会破灭。我是特别害怕这个事情。这个我还想请教您一下，小考您有什么指点的吗？我觉得这几个老师也不是刻意要找茬，但是呢，串烧这个真的是一个问题。这个串烧缺少了一些让你发挥你声音特色跟唱功的一些段落。对，我觉得你特别适合唱那种稍微有点节奏，然后带着有点希望跟热情的这样子的一个歌。所以我选了一首我觉得蛮有趣的歌，叫做《致未来的你我》。这句怎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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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可以展现你的情绪跟唱功的部分。这个部分你要怎么让这些一直重复的乐句是有变化的？怎么了？怎么了？带着我们不断的往前。怎么了？带我。就是你每一个质问都要不一样的，你每一个怎么了，你都要有一个设定好的心理问题。譬如说，时间在怎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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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这样子的东西。时间在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这首歌的一个难度就在于这3句的怎么了的这种变化，是我需要练习的，还是比较有压力的。你别紧张嘛，你紧张我，你紧张我怎么办？那我也紧张。很紧张，因为现场他又投票，老师们又是犀利的点评，就像一个子弹马上要打过来，你不知道从哪个方向要打过来，但是你还要做好防备的准备，就这种感觉是非常难受的。黑是天亮必经过那一道出口，黑是白色最搭配那一个朋友。爱如
如果从相知相遇到相守，有什么哲理我们要参透？嘿，有什么想要说，只未来的你我？嘿，有什么的愿望，这成了纸和梦？如果存在那不远的以后，那披星戴月去追赶它，够或不够？还经过黑白昼日光环星斗，在你的背后我始终坚守，哪怕我们如同天地间的富有。时间在转啊转，转不走，岁月安然无忧。两个人，两颗心，时光转的星球，围绕对方去走。爱经过荒野绿洲，从分到入秋，它能够穿透任何的气候。而你始终是我眼眸最亮温柔。时间在怎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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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们去向前，让回忆又从头记下幸福所有，不掉针的尽头。嘿，有什么想要说，只未来的你我？嘿，有什么的愿望，这成了纸和梦？如果存在那不远的以后，那披星戴月去追赶它，够或不够？爱经过黑夜白昼，日光环星斗，在你的背后我始终坚守，哪怕我们如同天地间的富有。时间在转啊转，转不走，岁月安然无忧。两个人，两颗心，时光转的星球，围绕对方去走。爱经过荒野绿洲，从分到入秋，它能够穿透任何的气候。而你始终是我眼眸最亮温柔。时间在怎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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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们去向前，让回忆又从头记下幸福所有，不掉针的尽头。时间在怎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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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我们去向前，让回忆又从头记下幸福所有，不掉针的尽头。再次把掌声送给白小白和张信哲。如果觉得好听，记得按下1号键。各位，请选择。投票截止。我认识你那么多年了，我也没见过你局促成这样的呀。我都没发挥好今天。这会儿得赶紧问问小白，因为哲哥在小白心里的分量那可是非常重的。快说说合作的感受。然后把这口气儿先咽下去。就是大家能体会到那种心情，就是你儿时的偶像，然后曾经不要强调儿时。今天追星成功了，竟然合唱我的歌曲，我真的啊，我的妈呀！谢谢哲哥，谢谢哲哥，也谢谢你有这个机会，谢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
行业团，各位老师对这首歌如何看？反正我投票了啊！哇，谢谢老师，我觉得唱得非常好。哎呦，然后我一个最大的感觉是，哲哥，你是不是给白小白开小灶了？是不是一个一个字教怎么唱？没，其实我觉得小白是一个很有领悟力的一个歌手。其实我只是举了一个例子。这首歌我觉得要注意的唯一的一个重点就是那一句“时间它怎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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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4个问句你要用什么方式来唱出来？一开始怎么了？再来是怎么了？无奈的怎么了？到最后是那是怎么了？时间在怎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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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首歌里面其实有很多类似这样子的东西，其实小白自己回去他做了很多的功课，所以他交出来的成果，我相信大家也听到了。对，谢谢哲哥。对，这个情绪的递进是在细节里呈现的，这是一种挺高级的唱法，这不是白小白以前经常用到的方法，所以我感觉好像是开了小灶了，果然。首先，你紧张吧？我现在好多了。OK，你可以不紧张，你让我非常的羡慕嫉妒你能够有机会跟自己的偶像一起唱歌，非常的幸福。Everybody's looking for a hero， 每个人都要寻找他的英雄。一个偶像能够带给你的改变的力量是无穷的，所以今天这首大气的作品，跟你的偶像一起的合作，带给了你前所未有的真诚的表达。所以我觉得要特别祝福你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在这么一个崭新的1年里面，能够在你的歌唱事业上有一个非常全新的开始。所以我觉得这首歌《致未来的你我》，甚至可以起名叫2026，请回答。还是叫未来的你我吧，老师。好吧。老师，你怎么夸我呢？你真的有进步嘛？值得夸。我都做好准备，他们说我了。我也是很真诚的，当我感觉到了你的这个改变，当然要给出最诚实的回答。是的，谢谢老师，谢谢。这歌必火，我就把话放这儿了。这个歌非常的洗脑，我也觉得会火。哇，谢谢老师。谢谢了。我刚刚还在跟高瑞说，我说很神奇，因为哲哥和小白的声音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闭上眼睛听，感觉哲哥像一个20多岁的少年的声音，然后小白听起来莫名有些沧桑。谢谢各位老师给出的夸赞和点评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获得了多少的共鸣值。卓璇，如果把记忆点给比下去了，该怎么办呢？那哲哥再送我一个更好的舞台。哲哥，我要没比下去，我也要。各位，这首歌获得的共鸣值是天赐珍稀成分，成就天籁美肌。雅纳微图提醒您，下节更精彩。东阳光药为健康做好药。本节目由东阳光药独家冠名播出。天赐珍稀成分，成就天籁美肌。本节目由雅纳微图特约播出。营养均衡就吃1比1比1。金龙鱼1比1比1，全球销量第1。这首歌获得的共鸣值是
229公民纸，目前暂列第1位。谢谢大家。不好意思，坐下。再次把掌声送给白小白和张信哲。谢谢。马上有请上下一组音乐人，让我们欢迎卓海豚、欧阳娜娜。有请音乐人卓海豚，助阵嘉宾欧阳娜娜带来歌曲《不同》。我就想到娜娜大概是怎么样的？很漂亮，首先第一点非常漂亮，她是一个很有气质的一个女孩。她弹奏大提琴的时候很酷，我会欣赏她的音色，听到就会觉得哇，很舒服。Hello， 你好 Hello， 近距离认识一下，很开心可以跟你们合作。因为昨天听你们说那个浪漫摇滚的时候，我其实还就那一下我蛮感兴趣的，所以我其实昨天不太赞同那个梁老师的意思，就是说觉得像短剧。我和他叫浪漫摇滚。末日前，我与仇人拉着手就跑。在我看，这是一个非常短句式的标题。你的这些东西，就是可以透露出你生活里面是比较苍白的。但我昨天就想，我懒得说了，因为我觉得可能不浪漫的人，他就没法想象为什么末日前我要拉着仇人往前跑。哇，这句话，谢谢。我觉得挺爽的呀，就你懂那个感觉吗？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我们辩护，能够认可我们，我感觉开心。那这一次，其实我们准备了一首相对不一样的歌曲，叫做《不同》，试一下吗？可以啊。耳边都全是我的独奏，写下了情话藏进一首，一天都陪在你的左右，一念戒不掉是你温柔。或者是你对一个人有感觉，可能他和别人都是最不一样的。确实，你们的词给我的感觉也是比较细腻，然后也是比较浪漫的。云莹的加入就是把我们想做的这个浪漫更加明确了。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太好了。就像是我们3个都是大学同学，有点吸引力吧，会互相欣赏那种感觉。就有点像好像在课堂上打打闹闹，轻松、愉悦、有氛围的，然后把这个舞台当成了我们的游乐场。对。我和浩帆为了这首歌，其实熬了好几个大夜，所有的细节真的是我们用好几个夜晚刻出来的，用生命。希望这首歌可以让更多人听到我们和娜娜老师搭配出来的新的声音。我是个3流故事的写手，因你而写出了伟大的虚构。那感情究竟是为何汹涌？我想是你和他们不同。童话里的刻画如此深刻，太多承诺像是海市蜃楼。为什么你还是赖着不走？我想是你和他们不同。闯入我世界，就在一瞬间，故事的开篇种在你的心间。耳边都全是我的独奏，写下的情话藏进一首，一天都陪在你的左右，一念戒不掉是你温柔。怎么算特别呢？有你的快乐，在几场大雨的深夜，有你诉说。飞越过人海里面，只需要看你一眼，就知道你和他人不同。
让我心跳触电。初次路过你世界，慢慢地呼吸几遍。当阳光照在你的脸上，引力变得激烈。All of you, I'll be with you。耳边流传是我的独奏，写下了情话，藏进衣袖，一天都陪在你的左右，一年戒不掉是你温柔。耳边流传是我的独奏，写下了情话，藏进衣袖，一天都陪在你的左右，一年戒不掉是你温柔。他们不同，你对我来说和他们不同，和他们不同，和他们不同，和他们不同。我想了好久，我想了好久，和他们不同，和他们不同，和他们不同。耳边都像是我的独奏，写下了情话，藏进衣袖，一天都陪在你的左右，一年戒不掉是你温柔。耳边总是我的独奏。耳边都像是我的独奏，写下了情话，藏进衣袖，一天都陪在你的左右，一年戒不掉是你温柔。动心这首歌的现场的各位观众和行业团的各位老师，记得按下1号键来选择开始。谢谢谢谢。谢谢。投票截止。娜娜，哎，说说合作的感觉怎么样？其实，在音乐里面就还挺自如，还挺开心的，就是没有太多的不好意思或什么的，对，所以整个过程也还挺开心。娜，我感觉她的加入让我们这个舞台更浪漫了，尤其是她的音色，感觉像是一股沁凉的泉水，这样子，咻，浇灌在2朵炙热的太阳花上面，让我们的舞台刚才就很有生命力。我本以为他会说的是2条海豚，整半天2朵太阳花。弟弟点评一下啊，不要有压力哦。我觉得我压力比较大，他估计没什么压力吧。也不算第一次看姐姐在台上表演，但是是第一次看她和一个乐队一起表演，就会觉得还挺有魅力的。然后我姐刚刚也有动起来了一点啊，是不是？这样唱我就觉得还挺好玩。还有2位老师也很厉害。谢谢。不要跟我说谢谢，哎呀妈，吓死我！这么官方的客气哈。谢谢。我必须要说，我非常喜欢这首歌，非常 chill。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你们很会演，就是小考的时候呢，我还蛮替你们捏把冷汗的。我很怕你们落入传统的所谓的像民谣、2重唱这样子的一个组合的这样子的一个潮旧。那今天在这个舞台上面，终于可以 get 到所谓的浪漫摇滚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了，让我们从小考的担心跳出来。谢谢这个。首先非常喜欢这个舞台的这个呈现，3位的视唱练耳好过硬哦。我听到所有的音准和声的对位都是那样的准确。你们应该是一个组合，因为特别的旗鼓相当。OK， 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谢谢尹子老师。就刚刚影子老师就是已经从技术方面来为我们分析了，但是我今天想给台上的卓海豚乐队泼一盆冷水。我今天看到的是你们在台上的自嗨。这个词曲的话啊，
就是对于你们来说，可能还需要更好的作品来带给大家。我好不好意思说呢？卓海豚乐队，你们没有娜娜怎么办？啊，其实我真的看不到你们。如果这条视频让我做一个 reaction， 我连片头都找不出来。这个舞台可能对于娜娜来说，远远没有对于你们来说重要。至少是让我去想这个舞台的传播点。除了这个舞台本身你们的颜值以外，我可能想不到一个能在互联网上特别好的话题。所以我说，可能对你们有些遗憾的是，你们错过了娜娜这个特别好的资源。那你没有想过，这个舞台其实对你而言，你是要在这儿当主角的，至少是要做到旗鼓相当的，不要在这儿客气。还是那句话，不红是原罪。我觉得，难道我们把娜娜拖得很好，不能体现出我们的好吗？就是娜娜其实不需要你们把娜娜拖得很好。对啊，刚才都是我在讲话，我想问一下我的好兄弟，你有没有想要跟他们说的？我 OK 啊，真的 OK 吗？怎么感觉眼角很累啊 ？OK， 我为大家来揭晓一下这首《不同》啊获得了多少共鸣值？最后他获得的共鸣值是254。但是我想说一句题外话，这254当中，因为有2位我们的这个行业团成员没有投票，现场200位观众给的票数是154票，是非常非常高的。谢谢。你说不同这个舞台它到底好不好，是我来评判吗？还是说姚哥来评判？还是台上的行业团来评判？我觉得不是，我觉得应该是由观众来评判。接下来有请音乐人欢子和神秘助阵嘉宾带来新歌《前任租客》。大家好，我是欢子，我写的歌、出的专辑就是出一首火一首。你的东西可能真的是传唱度非常高，你的旋律一听就会，但是你其他的地方在我来看是跟这个时代的优秀歌曲是严重脱节的。在我这一代的歌手开个人巡回演唱会，而且体育馆、万元体育馆，就是我。这并不代表你的音乐真的是一个非常高水平的东西。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哪怕我回到2009，我在那个时候听到他，我依然不会选择去下载它，因为它不是我的技术审美，也不是我的艺术审美、音乐审美。我觉得存在只是有道理的，我首先得坚持我自己，然后再尝试新的东西。这次我带来我的这首歌是叫做《前任租客》。我们从满大街的找房子，给你攒很久的钱买戒指。歌词里面有我们满大街的找房子啊，很多人都可能会有这种经历，跌跌撞撞，在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哪怕你现在飞黄腾达，哪怕你现在在事业非常有成，那肯定也是从满大街找房子开始的。所以呢，我希望这首歌能够唤起在大城市里打拼，从0到1这些人的感受。这次的舞台最大的亮点是，会有很多这个助阵嘉宾来帮助我。我是彩铃时代那批歌手出来的。10后的小孩会说这谁呀？大家都说是一夜爆火。当时在街上好像播放率还是蛮高的。我有一帮很厉害的嘉宾，有他们的助阵，我信心大增。
听不见全的固执，心慢慢冷却，感情是难治愈的病。路口的面馆老板不错，让我别喝得太多，可但我知道想忘了你是有多不容易。我摇摇晃晃的步子，三更半夜耍酒疯那次，跟路人笑说原来是我自作多情。分开后世界都变宽了，行人都躲着我，或许他们才不想和疯子有何牵扯。我们曾满大街的找房子，给你谈很久的钱买戒指，还记得递给你擦眼泪的纸，你一边笑一边哭的样子。我还住在那顶楼的屋子，除了乱一点我懒得收拾。自从你脱行李箱走了，我的灵魂也一起消失。是听不进劝的固执，心慢慢冷却，感情是难治愈的病。路口的面馆老板不错，让我别喝得太多，可他不知道想忘了你是有多不容易。我摇摇晃晃的步子，耍酒疯那次，跟路人笑说原来是我自作多情。分开后世界都变宽了，行人都躲着我，或许他们才不想和疯子有何牵扯。我们曾满大街的找房子，给你谈很久的钱买戒指，还记得递给你擦眼泪的纸，你一边笑一边哭的样子。我还住在那顶楼的屋子，除了乱一点我懒得收拾。自从你脱行李箱走了，我的灵魂也一起消失。我们曾满大街的找房子，给你攒很久的钱买戒指，还记得递给你擦眼泪的纸，你一边笑一边哭的样子。我还住在那顶楼的屋子，除了乱一点我懒得收拾。自从你脱行李箱走了，我的灵魂也一起消失。现场的各位观众以及我们的行业团成员，如果你对这首歌有心动的感觉，请在投票器上按下1号键。选择开始。投票截止。到目前为止啊，就是我们一直埋着一个伏笔，就是欢子和他的神秘助阵嘉宾。这样，我们就由欢子为大家一一来介绍一下他的好朋友们。这是后学，你们应该听过他的声音。你发的画面降落在身边，我有重新想过。我们请后弦老师来唱一下自己的代表作品。
好听好听，非常好。下完这场雨，这是很多人在那时候下雨天开车的必放曲目，就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面啊，看着车窗上的雨滴滑落。OK， 那接下来我旁边的这个叫誓言，你们听到他的音乐肯定会哦，肯定会这样的。好耳熟啊！誓言版的求佛。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愿意用起誓还我们一世情缘，希望可以感动。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当我在踏过这条奈何桥之前，让我再吻一吻你的脸，让我再吻一吻你的脸，让我再吻一吻你的脸。谢谢。是不是这段音乐结束以后，家里的长辈就说：“哎，打电话给我干嘛？”是不是就是？那接下来我们介绍我们另一位好朋友李慧珍。Hello， 大家好。是我爱死了昨天，誓言的随你的脸。一切都回不到那些从前美好的画面，是我爱死了昨天，看你虚伪的表演，才知道我离你有多远。是我爱死了昨天，誓言跟随你的脸，一切都回不到那些从前美好的画面，是我爱死了昨天，看你虚伪的表演，才知道我离你有多远。和我死去的爱说再见。谢谢。哎呦，我跟你讲，爱死了昨天那几个字一唱出来，下面很多观众哦，那接下来呢，海明威，那他这个歌出来也是2个哦，也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歌曲啊。那接下来就请海明威老师带来你的代表作《老人与海》。我天哪，这个。秋天的夜，凋零在漫天落叶里面，泛黄世界一点一点随风而渐远。冬天的雪雨，白色的你我的情人节，消失不见，爱的碎片。听好了。翻开尘封的相片，想起和你看过的那些老旧默片，老人与海的情节，画面中一却一息在浮现。然而地球另一边，飞机带走了我的思念。哦，耶耶耶！今天在现场还有2位来宾是坐在我们的观众席当中的，我相信你们听到他们的音乐，也一样会回到记忆当中那个年代。我们请他们起身向大家做一下自我介绍，并且带来自己的代表作品。Hello， 大家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歌手王强。然后呢，我的一首歌大家一定也会唱，那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秋天不回来》。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我还一直紧紧守候在相约的地点，求求老天淋湿我的双眼，冰冻我的
我不再苦苦奢求你还回来我身边，我身边。谢谢。妈呀！还有一位，他的歌声一样肯定听过。主持人好，台上的朋友们大家好，现场的嘉宾还有00后们，我是你们的00姐，因为我叫胡杨林。哦，香水有毒，你身上有它的香水味，你身上有它的香水味，是我彼此犯的罪，不该嗅到它的美，擦掉一切陪你醉。你身上有它的香水味，是你赐给的慈悲，你要的爱太完美。轮到你们。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胡杨林老师啊，您刚刚一介绍我是胡杨林的时候，碧晨就疯了。真的吗？碧晨在那儿回头就跟告五人说香水有毒。是我们两个一直在跟着唱。真的吗？我好想听听碧晨版的《香水有毒》。你身上有它的香水味，哇，是我彼此犯的罪，不该嗅到它的美。我永远都学不会。谢谢碧晨。有没有人想下载一下碧晨这版的彩铃？有没有？今天完全就是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听过我的歌，有没有这感觉？而且今天每一位来到现场，据说还带了一个当年的老物件，是不是？都有。哎，我们拿到舞台上来看一下啊。那个年代的宝贝，给大家拿出来介绍一下啊。对 ，OK。大家有没有认识这个？大哥大，比大哥大要新一些。滑盖手机大概在04年、05年、06年那个时候非常非常流行，而且这个手机还有个功能，大家请听一下啊。我这个歌还没出吧？这个时候那必须出了，出了。对你这么老，因为你的歌，因为你的歌不老吗？当时的手机已经有一些音乐播放类的功能了，所以很多人已经开始把手机和音乐的欣赏结合。我们那个时候刚好就是彩铃下载的时期，对，所以手机对那个时候就全是彩铃。对。大家看我这个大宝贝，这什么？这个是我去北漂时候的行李箱，一直留着。对，我当年就拖着它到处去找房子，然后那个就搬来搬去，见证我的那时候青春梦想的那种追逐。我又带了一个这个你们肯定不知道，肯定不知道。哎，看看你们空洞的眼神，哎，没有一个认识的。这个叫 MD， 对不对？对，它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剪接音乐。对，因为以前 CD 不稳定，老是纠窄，对，卡碟跳碟，对。但这个就不会，这个就好很多。对，要凤瑶应该都会有的，我感觉，是吧？凤贤老师手里拿的是这个，其实对我来说意义可能更重一些，因为可能我出道前吧，都是用这张声卡制作了很多小样，像最早期的西厢啊、桥段啊的小样都是从这里面录出来的。有一次我记得就是去升级电脑回来的时候，刚好是暴雨，然后当时就想着机箱里面这个声卡千万不能被淋湿了，我就脱下衣服，然后就捂着机箱，虽然说是落汤鸡了，但是这个声卡保住了，然后也保住了里面的很多的歌，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我青春的一个见证吧，也非常的有纪念意义啊。李慧珍老师今天拿来的是
是我的 MD 的所有的工作磁带，因为今天拿出来的时候我都惊讶了，就是这一张，上面写着你最珍贵跟 In Love With You。这张 MD 是99年的时候，刚好我要做张学友大哥演唱会的嘉宾，所以这张 MD 对我来讲有特别的纪念的一个意义，就是跟着学友大哥演了46场的演唱会。我要展示的是2008年才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叫做《于爱》。我的生活变好是从这张专辑开始的。在发行这张专辑之前呢，我一直在出租屋里面写歌，就像今天的《前燕逐客》里面的歌词：我们满大街的找房子，从录音室搬一个城市，又搬来搬去，搬来搬去，特别心酸。不只是歌手吧，我想一般常人都会有的共同的经历，我觉得这个部分真的会引起很大的共鸣。对，以前我在什么地方演出呢？就是洗浴、考吧。那个时候我们演一场就是80，不是80万，是80块啊。然后最大的一个收入呢，就来自这个客人们的打赏，就是基本上给小费啊、花环之类的。而有个大哥跟我点歌，点一首《我的好兄弟》，跟我唱了10几遍，最后给我抓了一把瓜子儿，是把我气的。1分钱他也没给，就给了一把瓜子儿。对，我也不敢说话，要不然他都揍我。每个人看来音乐的来时路上都会有特别多记忆深刻的点，有艰难的时刻，但一定映衬着幸福。接下来我们在这波回忆杀之后，继续把关注点聚焦到今天舞台上带来的这首歌。我们来听一下行业团的各位老师对于这首歌有什么样的见解，有请。这是搞得我这发言很紧张，涛哥。怎么就是以一声叹息作为你的开场词呢？因为刚才那个画面有点太美好了，也让我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儿。这首歌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作品。我们在流行音乐里面经常听到的很多东西是特别美好的，或者是特别浪漫的。哪怕你在感情里面所经历的痛苦，那些东西可能最后也是非常属于你个人的，但这些东西不是，这些东西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在那个时代，可能我们在交流音乐不像现在，你可能打开各种各样的平台，我们可以随便去发表各种各样的评论，然后也没有什么idol 追星什么的都没有，他们代表了这个时代特别多的沉默的听众。这些沉默的听众可能不在今天的这个场域里面，但是他们却是中国的大多数人。它代表了你的父母，你身边那些偶尔听听音乐的朋友，这些人值得这样的好音乐。天宇老师觉得，如果这首歌正式的面向大众的话，会火吗？目前的我的状态是属于失去了点评的能力，因为我感觉我今天是来追星的。在场的所有老师的作品我都非常非常喜欢，我都会唱。我问问影子老师啊，您对这首歌怎么看呢？我其实听到第3句的时候，眼泪就涌出来了。我非常的感动。谢谢。这一幕我非常的熟悉，它是一场群戏，但是呢，它又不是戏，它是一段段如此真实的人生。所以呢，我看到慧珍，我就想起了那个时代。你看她的演唱，带着那个时代歌手特有的好嗓子、好声音。那个时代歌手出来呢是要凭真唱，他就是这样一个歌手。你看志远老师他唱歌的时候，他的整个的动作都带着那个时代明显的一个歌手的一个特征，那么投入，那么用力。包括他们打招呼的方式说大家好，电视机前的观众你们好。现在歌手不这么打招呼了，当时看电视几乎是所有人生活当中最主要的内容。
所以我觉得，不管这首歌出现了以后，它能不能被下一代的观众所接受，我觉得这首歌还是能够传播的非常的好，非常的红。为什么？因为除了它的利益，其实它在音乐本身，我觉得它具有着跨越时代的、跨越不同人的美感。彩铃对于这个唱片歌手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遥不可及、非常无法理解的一个世界。你真的不晓得他们从哪里冒出这么多这么特别的，而且这么可以打动人的音乐。我觉得今天呢，其实让我也大开眼界，有这么棒的音乐人在不同的赛道上面交出不同的好的成绩。所以透过有歌这个节目吧，就是把各个赛道的有可能的好的音乐人都召集过来，然后呢，让大家可以听到从四面八方传来的不同的好的声音跟好的音乐，让我们一次看个够。谢谢你。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首《前任租客》获得了多少的共鸣值。《前任租客》获得的共鸣值是天赐珍稀成分，成就天籁美肌。雅纳微图提醒您，下节更精彩。东阳光药为健康做好药。本节目由东阳光药独家冠名播出。上 Z 世界 APP 有歌部落看独家直拍，赢录制门票。前任租客获得的共鸣值是302。你们这首歌在目前已出场的歌曲当中还在第3位。刚刚的舞台好热烈。是的，你知道你刚一上场的时候，观众的眼睛都亮了。哪里？还是咱们的作品够经典，才能受大家的欢迎。经典的作品就像全球销量第1的金龙鱼，1:1:1，有8种的好油，科学配比，专为国人膳食习惯定制的配方，吃得安心又健康。没错，营养均衡就吃1:1:1，身体好了才能创作经典的作品，一直流传下去。你说的对。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到的音乐人是高瑞、张碧晨。因为小考的时候非常非常紧张，因为一进门就看到一大堆前辈坐在，然后等待着审核，我有点难以喘气。紧张，超紧张，被自己太没用气消了。你这首歌唱出来了一种破罐子破摔的那种感觉，摆烂感差太多了，唱的上气不接下气，有点失望。小考的时候其实没有发挥出我自己真实的水平，后来找歌的时候，这首歌《解密》，这首歌它的线条感很流畅，也是长线条的歌曲。碧晨老师唱这首歌一定也是会非常非常惊艳，但是其实挺难的，特别难，挑战特别大。这首歌最近在疯狂的练习，最开始练的时候我那个气是接不上的，因为可能是我的一些咬字的问题、唱腔的问题，气漏的太多了，就宁可气不吸那么满，吸半口气，但是你把黑夜熬成了蜜，就是它是就轻轻吸一口，特别难。这首歌的气口啊，一些语气感的东西，就一个字的转音，但这一个字的转音就有17个。我们俩一起试试，咱们试试，来，你把黑夜熬成了蜜，叫我用伤口呼吸，当我扭着破玻璃，我们长成彼此的倒影。这首歌对我自己挑战也很大，这个发声位置，然后演唱方式，包括气息运转，全都是进入了另外一套体系里，所以我也是就是摸索了一下子。我也紧张，摸黄。好，我在这首歌里面，我感觉我自己是一只被剪了翅膀的鸟的那种感觉。
这不好看。没事儿，无所谓的，就这样吧，我这儿舒服啊。气儿也喘不匀，话也说不出，哎，可以溺水的那种状态，可以有个依托。首先，我希望大家觉得它是一首好听的歌，听起来是一首很舒服的歌，都是一种很疗愈的感觉。你剪碎的时光织成茧，在指纹深处轻声沉淀，清晨遮住了每个雨点，脚步在泥里写透明诗篇，餐桌倒映着银河弯曲，眼里在皱纹里接近晨曦，我偷走你眼角的蝉鸣，当时针绣成月亮的情，你把黑夜熬成了蜜，叫我用伤口呼吸，当候鸟啄破玻璃，我们长成彼此的倒影，你把黑夜熬成了蜜，叫我用伤口呼吸，当候鸟啄破玻璃，我们长成彼此的倒影，凉一声吹掉这痕迹，细粉泡沫漫过边际，我睫毛沾满你的氧气，而沉默在凉晒中变起，只望着小兵裂纹刺激，就贸易生出薄荷雨滴，你摘下肋骨当作楼梯，任春天在缺口处迁徙，你把黑夜熬成了蜜，叫我用伤口呼吸，当候鸟啄破玻璃，我们长成彼此的倒影，日历褪色成树干年轮，你站在秒针背面沉默，指纹在飘逸，这算不算永恒？你把黑夜熬成了蜜，叫我用伤口呼吸，当候鸟啄破玻璃，我们长成彼此的倒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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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影，倒影，倒碧晨还非常贴心的把高瑞让到了中间的位置，这就是一次非常好的合作和托举。
在座的各位，如果喜欢这首歌，记得给这首歌投票。来，选择开始。好吓人哦，站在这。投票结束了哈，这是2位的第一次合作，合作下来感觉怎么样？今天其实得到碧晨姐姐的一些很温暖的 tips 也好，包括刚刚还跟我手拉手，对，给了我很大的力量。我也听过碧晨非常多的歌，但这首歌应该不是你的唱法或者你习惯会去选择的歌曲。好难啊！对我来说，完全是我基本上没怎么接触过的一个类型，导致我睡觉前如果我不多唱几遍，我感觉我好像睡不安稳，就有一种要考试了的感觉，会有一种恐惧。这首歌叫《简密》，它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它其实讲的是一个孩子跟母亲的故事，但是这个母爱跟大家平时听到的歌曲的母爱可能有些不同，它是表达的很拧巴的一种比较沉重的母爱。因为其实我跟我妈妈的关系也算是比较沉重的一种吧，我不知道该怎么去表达我内心的爱，有点害羞又很拧巴。还好有这样一个机会，可以借助一首歌，在这个舞台上把这样的情绪让对方听到，这起码是一个很棒的出口。对的。宇宁和碧晨应该合作是比较多的吧？对，是的。你说说对于这首歌的一个感觉。看到的碧晨，我觉得他更好的一面是已经有那种前辈的那种意识了。他其实把大部分出彩的地方其实都让给了高睿来唱，然后他就是稳稳的去托底，而且两个人的声音交叉的那个共鸣是非常舒服的，所以是非常棒的一首歌。我是回去会听的一首歌，加油，真棒啊！其实我平时听的就是这种曲风，有点 alternative， 有一点 Lana Del Rey 那种电影感。像有一段高睿在唱的时候，整个混响全部收掉，让大家感受到啊，这个就贴脸唱的感觉。然后紧接着碧晨姐的那一段混响特别大的东西叠在后面，这种层次感，其实在 live 的演出不常见的。如果以今天晚上的所有的舞台来说，我觉得这个舞台真的是体现音乐工业精密的合作程度的一个最棒的舞台。而且要让这样子的一个充满混音感的一首歌在 live 的舞台呈现，而且还有这样子的效果，我真的翻车过。所以，哲哥，你说的翻车的那次是？这就某个有台的节目。那接下来请我们行业团各位老师发表看法。我觉得，高睿，你小考的时候，整个人都在抖。所有9位歌手里面，唯一一个从进门第1秒开始抖到出门最后1秒的歌手。我想不到你今天能有这样的发挥。你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在这首歌里面做到跟碧晨就是棋逢对手。这首歌无论从音乐的技术上、思路上、整体的安排上，都是非常贴近现在的流行音乐最先锋的思想的音乐。如果华语乐坛以后有更多这样的作品出来，其实我们不会跟世界的最领先的或者说最主流的东西差特别的远。谢谢老师。我怀疑他小考是演的，完全就是变了个人。高睿是一款很适合听的歌手，可以完全沉浸在他声音里的拧巴上。谢谢老师。这个呈现是一个完全不同级别的。我今天在最后要放一个专家的一个大招，我告诉你，有几位老师提到了说拧巴的感觉，你知道这个拧巴的感觉来自于哪里吗？你是一个双音歌手。双音？Never heard it， 你从来没有 never，OK， 也就是你的在不同音区这个 register 里面的中声部和高声部，你的声音的泛音 vibrato 是不一样的。
是两种。你把黑夜熬成了蜜，叫我用伤口呼吸，当候鸟啄破玻璃。你把黑夜熬成了蜜，叫我用伤口呼吸，当候鸟啄破玻璃。同样的乐段，你会有不一样的听感。明白了，谢谢老师。这首歌最终获得的票数是。天赐珍稀成分，成就天籁美肌。雅纳微图提醒您，下节更精彩。上 Z 世界 APP 有歌部落，看独家直拍，赢录制门票。登录音乐合作平台 QQ 音乐、酷狗音乐、酷我音乐，收听节目精彩音频，享受听觉盛宴。欢迎登录视频合作平台 Z 世界、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观看更多节目内容。这首歌最终获得的票数是335票。恭喜，目前你们的这首《简秘》暂列第1位。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接下来马上有请上下一组音乐人，让我们欢迎音乐人于东然、助阵嘉宾王铮亮带来《以朋友的身份》。把过去翻阅，可结局如漫天风雪，就像在地下。你让我想到的是黄小琥。哦。因为实际上我是学竹笛的嘛，我是野路子出身，所以我前期的时候还是需要通过也来演唱一些可能大家更容易接受度高的作品，我才能够进入大家的视野。这次其实也是我的之前那首代表作，叫做《以朋友的身份》。我们以朋友的身份聊着恋人的天，身边有人向你追问，你又开始被嫌。我是寂寞。其实这首歌的作品呢，其实是很难，因为它中间的气口留得很短。每一句的我们的最后一个音其实是很重要的，但是你要去换下一个气的音，有时候就难免在最后音的时候就一笔带过了，对，就容易去忽略它。有的时候喘气喘不匀的话，到后面那句突然之间就感觉气不够，它就撑不住了，有点。对，就是尽量的不要把明白听到的换气的这个换气声有点大。对。因为以前我自己也是有过老师的经验，演唱的现场的技巧方面，可能我们能够做更深层次的一些交流。我唱和声，可能我能够更加的作为一个辅助者，能够对他的声音再托起来的感觉。王铮亮老师他是一个比较细腻的男生，我们两个应该是那种刚柔并济的，就是有一种起承转合的样子，应该互相能有一个对对方的一个承接和托举吧，我觉得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好歌正开场，好油护健康，金龙鱼1比1比1，全球销量第1，营养均衡就吃1比1比1，精彩马上登场。天空只是闪了电，泪却替雨抢了线，撕扯着我们回忆里的滴滴点点。你的爱就像流言，抓不住也看不见，下次碰面记得要自然的再见。是否你要的体面，只有我失去一点，不如陪你等到下一位就说再见。我们以朋友的身份聊着恋人的天，身边有人向你追问，你又开始被嫌。我是寂寞的被选，是无聊时的消遣，见了光就该划清界限。我们以朋友的头衔把爱情走了遍，当旁人把我们关
就可以疏远，连我为你红过眼都被当成一厢情愿。是否你要的体面，是要我失去一点？不如陪你等到下一位就说再见。我们以朋友的身份聊着恋人的天，身边有人向你追问，你又开始避嫌。我是寂寞的备选，是无聊时的消遣，见了光就该划清界限。我们以朋友的头衔把爱情走了遍，当半人把我们关联，你就可以疏远，连我为你红过眼都被当成一厢情愿。身份聊着恋人的天，身边有人向你追问，你又开始避嫌。我是寂寞的备选，是无聊时的消遣，见了光就该划清界限。我们以朋友的头衔把爱情走了遍，当旁人把我们关联，你就可以疏远，连我为你红过眼都被当成一厢情愿。谢谢二位的演唱，各位到你们投票选择的时间了。如果这首歌走到了你的心里，请按1号键，选择开始。投票结束啊。这一次舞台我们是有一些小设计的，看亮哥的这个动作，我们已经形成了一种肌肉记忆了。这熟练度啊，说实话，好习惯养成也有记忆的，就像流感季啊，提醒自己要勤洗手、戴口罩，把它变成一种健康习惯记忆，身体自然就建立起第一道防线了。养成好习惯，再搭配上专业的守护，像专注在流感领域19年的东阳光药，这防御体系简直让人太安心了。歌名叫以朋友的身份嘛，对吧？那你创作这首歌是因为？当时的情况是那个时候年纪也比较小，然后我曾经的性格是非常 E 的，就是 E 的不管别人死活的那种 E。就可能我见到你第一面，我觉得你这个人非常棒，非常好，我感觉会有好感存在，我就会当下立即表白。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去表白，然后我就说我觉得你是喜欢我的，然后那个人说他说是这样的，然后我说那然后呢？然后就一个很抓马的回答，就是说我现在不想谈恋爱。共同的朋友也能感受到那种暧昧的氛围，然后他们会说，哎呀，你们现在什么情况啊？然后他又说，好朋友啊，也没有什么，就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我的心就好难过呀。小亮哥，你在生活当中是一个在爱面前很勇敢的人吗？还勇敢过。勇敢过是什么意思啊？就曾经勇敢过啊，但现在可能这种冲劲儿。也不需要我再为爱了，我爱挺好的，我对。我们来听听各位啊，我们的这个嘉宾对你们这次的合作有什么样的感受？娜娜说说吧。前奏的时候刚出来，我其实就已经在期待，因为我知道两位老师本身的音色是怎么样，我觉得就有点像非常浓郁的巧克力和很浓郁的咖啡，就是那种结合会让我觉得。两个人的那个频率好对啊！谢谢娜娜，谢谢。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行业团的老师们啊，对于这首歌有什么样的点评？我非常坚定地投下了这一票，但是这一票我是投给亮哥。我认为亮哥的整个演绎不愧专业的。这个头衔，今天东然的这个选歌
尤其是这个副歌部分啊，我们以朋友的身份聊着恋人的天，我认为有一种新瓶装旧酒的感觉。总结一下就是烂俗。在市面上可能会存在一些同质化或者同类主题的东西，我觉得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可能是您本身做这个行业听的会比较多，但是你要说它多烂俗，我觉得也没有到那种程度。所以老师，你今天说的这些我不是很认同。你觉得你有可能在舞台上说这种话吗？我可能换种方式。我来跟你讲一讲你的问题出在哪儿。我觉得在这个音乐上，就是比如说，其实它留给你的整个的这个由你单独表达的段落，其实是2遍同样的歌词。比如说，我们把最后的第2段当做愤怒的话，那么第1段你的演唱可能是表达一种委屈的感觉，但是你那个委屈，因为你可能技术上还没有达到能够把这个东西唱好，就显得很仓促。所以整体来说，整个这首歌在你的部分其实是在掉链子的。你的那段 solo 是非常严重的瑕疵，在我看。因为我是觉得，可能确实现在的处理没有彩排的时候那么的放松，但是我真的不认为我前面处理的有很重大的瑕疵。你可以回去听一听。可以，我看一下回放嘛。谢谢老师。哎，你们发现没有？有一种歌叫做，它怎么会既好听又不好听？就像这个人看上去怎么会又老又年轻？刚才这首歌就是这个歌不是特别的好听。我觉得我同意的是，接下来我们要去找到他的好作品。但是我想，帮助他明确的一个信念就是，他是一个歌手型的歌手。你让我想起那英啊、田震啊、传奇的歌手李娜，他们都是有每个人那么鲜明的音色特征和表达特征的。那是你努力的方向。谢谢老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获得了多少票数。这轮获得的票数是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获得了多少票数。这轮获得的票数是208票。在目前已出场的歌曲当中排在第8位。再次把掌声送给2位。每期节目播出当天，我们都会在微博发起有歌2好听爱听多听榜投票活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上微博搜索有歌，进入活动页面，助力你最喜爱的舞台，获得微博独家展示位。马上有请到的下一组音乐人欧阳弟弟，助阵嘉宾刘宇宁，惊喜嘉宾带来画像。我觉得小考受到老师们喜欢的原因是我唱了我自己的歌，所以我非常好的可以去表达情绪。我在你的创作里面看到了很多非常细的东西，我觉得他的这个吐字呢，就让我很舒服。我是非常喜欢他演唱的时候的那个状态。老师们的肯定对我来讲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事情，让我更有动力去继续的唱歌。其实会选择《画像》这首歌是中文的情歌，是非常有魅力的，这也是我挑战它的原因。希望我自己可以突破。别怕不值得，至少先勇敢去试错。不要怕不值得，至少先勇敢去试错。就像是我来到这个节目，我可以去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然后去学习。真的，你哼2句我听听呗。好。别怕不值得，至少先勇敢去试错。
没什么问题。真的吗？对，好，那我就按照这个方式来练。那尽量不要。我的意思是，现在这种已经很好了。对，但是这一段你可以就是你把这个歌词用讲故事的方式，你给别人讲。比如说你想鼓励一个弟弟的时候，打个比方啊，你会怎么跟我说这句话？有笑有泪才足够鲜活。有点假。你跟你弟弟说话，你会这样，有笑有泪才足够鲜活。你会跟你弟弟这样说话吗？我没有弟弟啊。没事，正常。我跟你教你，我一定说别担心，有笑有泪才足够鲜活，对不对？好，这是自然多了。有笑有泪才足够鲜活，明白吗？明白。别怕不值得，至少先勇敢去试错。我想象的就是一个很抒情的一个感觉，对，所以让它的旋律性更加丰富，然后有大量的这个弦乐也好，然后把它这个氛围给它烘托一点。因为我姐今天刚好在，要不我们拉她过来，然后让她问问，给我们点意见。行嘞。行。虽然这次没有跟妹妹一起演，但是还是可以以别的形式去给这首歌加分的话，我还是挺乐意的。这首歌真的不好唱，我觉得我应该唱的不下有100次吧，肯定有。他们都说我一遍唱的比一遍越来越好，所以我就很开心。希望弟弟的有歌第一次舞台可以非常的顺利圆满，然后我一定可以的，因为有宁哥和哪弟在，期待，我很期待。破碎不堪的是我，坦然平庸疯狂也是我。口吐描摹精心去雕琢，有笑有泪才足够鲜活。别怕不值得，至少先勇敢去试错。若人心深不可测，充满灵魂躯壳，是否能换来更多？一笔一画勾勒完美的轮廓。悲伤是蓝色，你如何还我？重叠交错，不断调和，肆意涂抹，覆盖旧的我，假设重来过。真情动作别太淡薄，把笑还给我。苦中作乐，别让下个我一无所获。懂声色的是我，坦然平庸疯狂也是我。构图描摹精心去雕琢，有笑有泪才足够鲜活。别怕不值得，至少先勇敢去试错。若人心深不可测，充满灵魂躯壳，是否能换来更多？一笔一画勾勒完美的轮廓。悲伤是蓝色，你如何还我？重叠交错，不断调和，肆意涂抹，覆盖旧的我。假设重来过，假设重
别让下个我一无所获，就梦摇着，换来新的我重新复活。谢谢3位的合作啊，好听吗？接下来到现场的各位观众和行业团的投票时间了。如果觉得好听，你们喜欢这首画像，请按1号键。选择开始。投票时间到。我在场下听你们这次合作的时候，我会发现，娜娜的这把大提琴融入这首歌，这个点子真的太妙了。我真的是第一次看他以就是这样子的身份在这个舞台嘛，我肯定是想支持他，就希望自己可以做一个小辅助这样子。没有，很大的，就贯穿始终，大辅助大辅。谢谢欧阳老师。我主要是那个弦乐专业户，对，专业大师级别的，真的棒。我觉得我是最幸福的小孩，我第一个舞台来到有歌，然后对我来说其实很大的挑战。我有好的姐姐、好的哥哥帮助我，他跟姐姐的存在让我有更信心可以去完成后面的舞台。对，凤瑶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凤瑶可是制作人呢。我因为又来了，你看你就一起来嘛你。其实刚刚听下来，我觉得这首歌是我喜欢的。有的时候对于一个作品来讲，就是自己喜欢最重要。你是个树懒吗？你是那《疯狂动物园》里面那说的？怎么会有一点那个港台腔的感觉在里面？怎么回事？弟弟呢，实话还是得说的，就是说你还是有比较明显的演唱上面的问题，但是我觉得瑕不掩瑜。我希望在下一次能够看到你在演唱上面不断的进步，然后呢，能够不断的独当一面。好的。我今天投了一票，我这一票投得非常的坚定，但是我这一票是投给宇宁的。我今天也投了一票，但是这一票是投给弟弟的。谢谢。我不觉得这个弟弟的表现是非常的差，我恰恰看到了他的进步。在这首歌的最后一句“换来新的我重新复活”，这句话是唱的最好的一句。你果然学到了，快速的成长了。好的，我会加油。谢谢老师。我没给。啊，你没给。这是一个特别好看的舞台，但是弟弟你唱得很差。是，确实挺差，怎么办呢？比如说开始的时候，别怕不值得，至少先勇敢去试错。先勇敢去试错的这种情感，你完全没有表达出来。你是这个歌的女主角，你跟这个歌没有关系，你唱的每一句都不可信，这是一个特别灾难的演出。倒也不至于哥。没事没事，我觉得我能理解老师说的，因为其实可能像我小考带来的第一个原创歌曲，因为它是完全是从我内心深处想表达出的一些情感来去唱，所以我很好的去琢磨。不是这样的，我可以给我说完吗，老师？在这个过程中，虽然可能唱的不好，但我希望是我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舞台，你们可以看到我的成长和进步，继续努力加油。然后就是我觉得我感受到了老师们两个人对我的帮助，我觉得这是对我最重要的。我并不这么看，我稍微打断你一下。其实我觉得这个舞台重要的不是说在这个舞台上他们给你什么样的帮助，你上了那个舞台，真正能给你帮助的人，除了宇宁以外，只有你自己。
是的，是的。您刚刚说的那些话，我现在做不到，但是未必我以后做不到。所以这是我学习的一个过程，所以我希望我可以以后能做到你所说的任何这些话。对，对，我们也希望，好，加油。我们来看一下这首歌最终获得了多少票数。最终这首歌获得的支持票数是291票，在目前已经合作的舞台当中列在第6位。再次把掌声送给这个美好的3人组合。耶，谢谢大家。以我心声，见我心声。经过了9组音乐人全力以赴的舞台，经由大众共鸣团和行业团的共同聆听和选择，有歌第2季首场共鸣值排行榜此刻将正式为大家揭晓。根据排名，首场音乐人积分的排行榜也已经同步诞生了。非常开心。万万是没有想到我的舞台能够得到大家的喜爱和肯定的。说实话不是很满意，因为我觉得票数出来的时候，大家都是怎么是这个分数，所以我理所应当的觉得，我的现场就确实没有票数的表现那么低。然后还有就是我自己演唱虽然有紧张，但是整体的完成度我觉得也是 OK 的，所以不存在说是他排名垫底这件事情。在这一轮小考和这一轮大考以后，看到各位歌手的这种变化和进步。我们在小考的时候认为陈卓璇的嗓音是缺乏辨识度的，但是我们在他和哲哥的舞台里面，其实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演绎。卓海豚和欧阳娜娜合作的这个不同的舞台上，我们更希望他们有更多的勇气去做这个舞台的主角。弟弟在唱这首《画像》的时候，明显感觉到他对中文歌可能唱的不是很熟练。高瑞在小考的时候非常紧张，但是他却给我们贡献了一个今天人气值最高的舞台。当然，你的发声可能有一些问题，我希望我们在未来的舞台上看到你能解决这些问题，唱得更好。欢子，你其实不用那么着急，我希望你可以更自信，给我们奉献更多更好的舞台。凤瑶，我希望你在未来的舞台能够越来越自信。小白，你在这个大舞台上，你跟哲哥的表演很精彩，说服了我们所有人。叶薇她可能没有特别的参加过这种综艺的舞台，希望叶薇从这个舞台走出去越来越好。各位音乐人们，你们在小口中展现了自己的特质，也在合作中探索着新的可能性。音乐能力的提升，从来都是在实战与碰撞之中实现。所以我非常期待在接下来的旅程当中，你们拿出坚定的决心，去赢得属于每一位音乐人自己的扎扎实实的成长。继续加油！新年伊始，我们特别联合东阳光耀为大家准备了一份温暖的音乐企划——健康留声亭活动。关注有歌节目官方账号与东阳光耀官方微博，了解健康留声亭的最新动向。你的声音与故事将有机会被更多人听见。为健康护航，让万物有歌。各位，下期再见。节目更多精彩内容、幕后花絮，登录视频合作平台 Z 世界、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观看。微博搜索有歌话题也参与讨论，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参与话题页内互动，还有独家惊喜放送。一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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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你的吧！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你的脸太小了，我能超过你俩去仨去。就是你觉得你是窝囊废吗？凤瑶是我朋友，我想知道为什么呢？是因为什么呢？那为什么我的东西你又对他有意见呢？你是听不懂我在问什么问题吗？我觉得这次选了一个比较细腻的歌曲，你要不嫌不细的话，后边还有更细的啊。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一个立场。
一只脚刚踏入歌坛，我就看到了一个这样的场面，让我为之震惊。